出国旅游，入境随俗，是身为一名旅客最需要重视的礼仪之一，而小费文化更是重中之重，因为小费牵涉到金钱，万一处理不慎，甚至有可能大大的影响到旅游的心情。本期影片将为您介绍越南的小费文化，尽可能协助您将旅途中遇到的问题降至最低，请务必将本影片看到最后。第一，过机场海关需要给小费吗？越南机场的海关人员是明确被禁止索取与收取旅客的小费，因此如果在过海关的途中被要求小费，请务必拒绝，也请不要主动给予小费。通常海关人员索取小费都会有一些理由，诸如签证、去程与回程机票证明、住宿地点及旅游目的等。相关文件如事先准备完整，则可大大降低被索取小费的可能。不过，近期由于越南政府打贪的行动相当积极，因此机场海关人员索取小费的行为已大大的降低。第二，住旅馆有必要给小费吗？到达下榻旅馆时，如有旅馆人员前来协助搬运行李，基于礼貌，建议给予小费。如不想给小费，则请自行搬运。至于房间清洁小费，则没有硬性规定要给，因此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给予。小费金额建议在2万越南盾至5万越南盾之间，折合美金约为1至2元。第三，上公共厕所需要付费吗？在越南大部分的公共厕所是无需付费的，不过有时在厕所的入口处会摆放捐款箱，您可自行决定是否捐献。至于捐献金额则为随意，通常是将用不到的小额钞票捐出。而公共厕所的入口处如有工作人员坐在那边，则通常需要付费，费用会写在入口处的告示牌。相对的，他们也会提供给您卫生纸，但这类型的厕所较为少见，通常在公车站或旅游景点区才会看到。第四，去餐厅用餐需要额外给小费吗？在越南，无论是去小吃店或餐厅用餐，皆无需额外支付小费给服务生。不过有一些采包厢制的餐厅会驻有一名服务人员协助提供换盘、倒酒等服务，虽无硬性规定，但如果用餐人数较多，或用餐时间较久，又或是服务人员的服务不错，还是可以给一些小费予以感谢。小费金额建议在5万越南盾至20万越南盾之间，折合美金约为2至8元。第五，搭计程车需要额外给小费吗？在越南搭计程车是不需要额外给司机小费的，不过如果您支付的是现金，您给司机的金额如果没有刚好等于车资，有些司机会以没有零钱找钱给您，作为借口将其视为小费。因此，如果您不希望给司机小费，请事先将钱准备好，以免造成纠纷。附带一提的是，搭计程车时，如果您没有透过叫车软体并使用线上支付功能，则过收费站的钱是另外计算的。收费站的费用在计程车通过收费站时会显示，您可事先留意金额，以免造成纠纷。第六，按摩的小费是多少？按摩店的费用有2种，一种是票价含小费，一种是票价不含小费。这部分请于入店时直接与柜台确认。如果您去的是票价不含小费的店，则小费的费用不能低于票价。第七，有什么样的费用是需要额外支付的？在越南要特别留意的是，湿纸巾是要额外付费的。无论您在餐厅还是饮料店，几乎所有类型的店面所提供给您的湿纸巾都是需要额外付费的，用多少算多少。每份湿纸巾的费用约为2000越南盾至5000越南盾之间，折合美金约为0.1至0.2元。如果您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，可事先自行准备湿纸巾。再来是白开水，无论您在餐厅还是饮料店，有很多类型的店面都不会免费提供白开水，他们也许会提供免费的绿茶给您，但不一定会提供白开水。如果您需要喝白开水，
需要于店内另购矿泉水。如果您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，可事先自行准备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内容，希望能让您对越南的小费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谢谢您的观看，祝您有个美好的旅途。